还有一个就是他弹琴吧，就是说，弹贝多芬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就你这个手的这个指尖呢，永远不能完全放松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领。你看啊，比如说，这第一下，你永远不能弹得像，你看一定要有一点，然后小指看。他的心脏的脉搏永远都在走，就是永不消失的心脏的脉搏。你要如果把贝多芬这个手的架子，如果在弹贝多芬的曲子没有把手架起来，你这曲子大概已经失败了一半了。他就是他要求，他就永远都是他的这个音弹出来是要有点芯儿的。它不是空的，它不是空心儿饼干，它是一个实心儿的。对，怎么说呢？它不是蛋卷，蛋卷大家都知道是空的啊，它是一个苏打饼干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这就是说，他要永远的，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这就是我个人认为，就是贝多芬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特色的，就是他的音乐永远掌控在他的指尖里，指尖里啊，不是手里啊，是指尖上，指尖上。当然，你可以是比较放松的弹那个指尖，就是你不一定每次都像那个那猴拳似的那样，对吧？这很自然的，而且但是他这个架子，他总是有这么一个架子。非常非常重要，对，这也是就是我小时候弹贝多芬弹的不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我总是弹的有点散架子，你知道吧？就贝多芬的音乐和这个建筑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看他的这个建筑，看着这个当时这个维也纳的这些楼，你在听贝多芬的音乐，还有他这个马车，马车对他也很重要。他有几个东西，就是有几个特征啊，就是马车，对。自然、山、田园，贝多芬田园非常非常重要，一望无尽的田园，森林，这几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还有小溪。山峦，你仿佛看到了这个维也纳旁边的这个森林，你也仿佛看到了伯恩的莱茵河。这个。对，还有一点啊，弹贝多芬，你不要去抠小的句子，起码在这个曲子里来讲，走大线条，小细节可以，但你如果抠这种小的这种没有什么太大用的这种空隙的话，这曲子就会非常非常的折磨人。